1979年1月27日，正当北京领导人打算访美前一天，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布一条重要消息，报道称中国开始在中越边境上大批的集结军队，并声称苏联方面将对此表示关切。面对苏联方面的威胁，中国政府宣布了对苏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，并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150万军队。而相对于越南，中国政府决定发起一场惩罚性战争，以惩戒为目的消灭越南当局日益膨胀的野心。据越南媒体采访国防战略研究所前副所长阮红军少将对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看法，阮红军少将表示，必须承认79年边境战争，北京领导人规避了最大风险，正确预见了苏联的反应。1979年2月17日拂晓之际，中国军队分别从广西、云南东西两线出发，集结55万重兵，派遣22.5万兵力进入越南，彻底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本以为这将是一场硬仗，毕竟越南人数10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过战斗，军队素质比较强悍，于是中国军队也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。然而没想到短短28天的时间，中国解放军就攻陷谅山，威逼河内，并于3月5日发表声明，中国已达到惩戒目的，将胜利撤军回国。解放军闪电般的出击并快速的撤军行动，不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舆论。有越南专家认为，中国惧怕苏联出兵，所以才会见好就收，如果继续进攻下去，将可能迎来不利局面。作为负责国防战略研究的阮红军少将却有不同看法，其认为1979年边境战争，我方称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有必要将中越关系放在大国关系和战略考量中，比如中越、中苏和美苏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纳入其中考虑。1950年至1964年，中越关系蜜里调油，不仅是近邻，更是好兄弟。在越南抗法、抗美战争期间，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援助国，给予越南无私帮助，两国关系也是最亲密阶段。为了帮助越南重建家园，北京始终保持着支持的态度，无私援助越南人民。可是，随着中苏两国处于公开冲突和全面对抗后，为了避免越南站队中国，苏联引诱越南，并愿意做越南背后的靠山。此时，打败军事强国美军的越南当局，主要就是李隼集团，野心膨胀，自誉为世界第3军事强国，并开始想要达到称霸东南亚的野心。在中国与苏联关系逐渐恶化后，中越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渐渐出现裂痕。1978年，为了更好地牵制中国，苏联以越南作为棋子，不断侵扰中国边境。在同年11月，更是与越南签署了所谓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。按照合约协定，一旦中国与越南开战，苏联将以正当的战争理由向中国宣战。1979年初，苏联部署40多个师于中国北部边境，并定期进行实弹演习。在此情况下，北京方面也紧急部署，集中150万军队驻守北方，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。面对苏联以及越南当局的一系列操作，北京领导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苏越阴谋，呼吁东南亚各国提高警惕，并再三对越南扩张野心发出了最严厉警告。苏联剑拔弩张的架势一度引起国内外的舆论，关于中国对越反击战的强硬态度是否会持续，引起国际众多猜测。在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下，越南当局依然冥顽不灵，继续在我国边境地区打伤边民，无恶不作。自1977年以来，越南当局故意在中越边境地区无故制造了1800余起冲突与事件，入侵袭扰的地段达到160余处，并把大批华侨驱赶到边境地区。面对越南的持续嚣张，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，狠狠地教训越南小霸。随着北京领导人出访华盛顿，
接受1000多名各国记者的采访后，中国的强硬表态也让世界各国意识到，中国人真要教训越南了。然而，打仗可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，这一仗怎么打，如何打，打起来后的利弊权衡等重大问题，都需要坐下来详细思考。而中国政府也着重从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。第一，军事角度，如果发起对越作战，必然会牵扯到中越、中苏之间的关系。当中国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时，很有可能苏联会在我国北部边境采取行动，彼时中国将两面受敌，届时将十分被动。中国方面仔细计算了苏联做出反应的可能性，认为苏联不会冒险调集大军进攻中国，因为此时的苏联在欧洲方面的部署也十分重要，一旦只专注于亚洲地区，很可能会让苏联在欧洲部署计划全盘落空。不过，中国认为苏联一旦出手，很可能会煽动流亡少数民族袭击我国内蒙古、新疆等偏远地区，或引发边境紧张局势。第二，国际关系和战争前景。中越一旦发动战争，必然会涉及战争规模扩大的影响，彼时美国会不会在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时候出兵插手，从中得利，无疑很难确定。一旦美国出兵，很可能会造成一场世界性战争，对国际社会来说都将是不好的影响。第三，政治与经济角度。另外，打仗是很烧钱的，中国刚从10年动乱中摆脱出来，人力财力方面主要集中搞经济建设，一旦打这一仗，经济上的负担可想而知。面对从这3个方面综合考虑，北京方面也直接做出判断，认为对越南的快速有限的攻击不足以刺激苏联直接干预或国际抗议。虽然有了充分的考虑与判断，中国政府依然疏散了边境附近的人员，并命令时刻做好与苏联边境的军事部队战斗准备。事实也证明，苏联除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援助军事装备之外，并未给中苏边境带来不利影响。特别是1979年3月1日，解放军万炮轰亮山，快速占领亮山，并距离河内150公里处对其实施威压时，虽然河内当局已经惶恐不安，频频致电苏联告急，但对方依然没有出兵打算。显然，对于这些，北京方面早已经预料。3月4日，中国军队一鼓作气拿下亮山，并再次向河内方向推进了约5公里之后，中国军队的接下来动向立即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。自对越自卫战打响之后，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，世界各国报刊、舆论纷纷发表不同的看法和见解。大多数国家相信中国人发动对越作战只是一场惩戒，认为中国人不会占领越南土地，但依然有很多国家认为中国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一次机会。就在这纷乱繁杂之际，北京方面发出的一则消息直接传递出一个不同的信号，与此同时也给苏联和世界各国吃了一剂定心丸。北京领导人表明，中国还击行动原则是不会改变的，战争不会是长期化的，战争规模也不会扩大。尽管河内当局依然如临大敌，慌乱的紧急从柬埔寨方向撤回6支精锐部队，准备随时守卫河内，但是中国传递的信号却让苏联明白，北京的目的真的只是惩戒而非入侵。3月5日，北京方向发出撤军声明，称对越自卫还击战已达到预期目的，奉命撤军回国。3月16日，中国部队全部安全撤回国内，经历了28天的对越作战也宣告结束。越南当局却将中国军队的胜利撤军歪曲成自己的一大胜利，不断地利用各种宣传机器，大肆鼓吹他们如何在强大的中国军事进攻面前坚守阵地，保卫河内的。虽然越军少将阮红军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运用给予肯定，但是却提到中国军队有一支部队在作战中装备很差，缺乏训练，松散没纪律，有的连武器都没有，这支部队也是中国军队伤亡主力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发起对越反击战之前，驻扎在广西、云南方向的主要兵力为广州军区，这些部队由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统一指挥。然而，经过战前的统计，大部分陆军部队有21个是乙种师，根本无法达到作战目的。为了快速扩充军队，战前上级下令进行临时扩编，所以每个乙种师需要补充5000人左右。除了临时调来的部分老兵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从新兵当中选拔，而这些新兵大部队都来自于1978年冬季征兵，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刚刚入伍没有几个月的新兵蛋子。1979年2月17日，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时间仓促，这些新兵入伍后，除了训练一些基本的原地踏步，不少连枪和手榴弹都没摸过。在战前1个月内，部队象征性地采取了临战训练，但是也就是象征性地打了几次靶，真正的实弹演习还是在战场上。实战中，新兵的伤亡率本来就高，再加上训练不足，就连一些老兵也没有丛林作战经验，导致部分新兵根本跟不上部队节奏和指挥。初期战场上，一旦出现枪声，往往让他们惊慌失措，有的新兵更是在慌乱中四处乱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新兵有对战争的恐惧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毕竟没人不怕死，特别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蛋子。不过，新兵们虽然害怕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退缩，也没有逃兵产生。在战后的伤亡统计中，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工作总结中，越军正规军伤亡达5万人左右，而中国解放军伤亡约 2.8 万人左右。可以说，按照 22.5 万人一线入境作战比例，解放军伤亡比例要比越军低很多。我军伤亡绝大多数是在中越作战初期，各部队并不熟悉越南地形、战略部署等多方面因素，导致我军伤亡人员较多。随着战略战术的及时调整，新兵们对战场的熟悉，后期双方作战，我军几乎很少出现大的伤亡。作为战争初期出现的不尽人意战况，确实与我军本身存在很大因素，特别是日常训练中，战士们训练意识薄弱、武器不合格等原因，都影响着作战双方的较量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在战后总结中，我军也提出许多建议，对如何提高更加正规化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进行了部署。至于越军少将的评价，部分确实很客观，战场上锻炼新兵，提高我军整体战斗力，在当时属于无奈之举。虽然此次绝大多数新兵与越军王牌军团对抗，丝毫没有恐惧，但是伤亡，尤其是前期伤亡确实很大。在武器和军事素质方面，新兵无法与老兵相比，但是他们不惧敌人，敢于和敌人厮杀的勇气已经非常值得令人尊敬。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大量的新兵上战场，由于没有战斗经验，在战场中很容易牺牲。而随着战斗的持续，战士们逐渐的适应，并开始积极总结战斗经验，到最后越军反而被我军压着狠狠打，而我军伤亡也逐渐减少。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40多年，每当提起，外界总是认为中国军队牛刀杀鸡策略胜之不武，利用人海战术压倒性地打破越南人的霸权美梦。事实上，战场上战术的运用是随机应变的，所谓的人海战术在炮火之下根本没有任何胜算。我军集中优势兵力，拨乱反正，上交了一份满意答卷，不仅胜利达成目标，而且也让越南人看明白，中国的作战战术并非一成不变，想要研究透彻，估计还要再学习个几十年。阮红军少将认为，北京领导人及时下达撤军指令，正确预见了苏联的反应，是最大的胜利。这种分析客观来说也没错，但是谁得谁失，孰是孰非，一目了然。越南的忘恩负义有目共睹，不过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预判，不仅维护了国家的颜面，更是让越南不敢掉以轻心，不敢小看中国一眼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
卡季米尔兹·布热津斯基称，如中国所言，他们打了20多天就收手撤回，而苏联的反应却只限于虚张声势、恐吓吓唬。这场战不仅达到了中国的政治目的，而且也暴露出苏联这个盟友对越南来说并不可靠。而国外专栏作家也对此次北京领导人的正确预判作出评论。北京领导人决定同越南打这一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是谋定而后动。用事实证明，这场作战中国方面得大于失。在中越战争爆发后，确实暴露出中国军队打现代化作战方面的弱点，以及军队内部需要改进各项问题。在对越自卫战结束后，更加快速地全面整顿军队工作，使得军队系统更加现代化和年轻化。总而言之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，不仅仅是北京领导人的精准预判，更是战前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智慧所在。而中国从不打无把握之仗，也不惧怕任何大霸小霸，不论战果如何，中国在维护领土主权以及对霸权主义的谴责方面都是一致和坚决的。